嗨，大家好，MaxPro 的跑鞋大报告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双鞋呢，是近期在我后台反应非常火爆的布鲁克斯的超级甘油。那关注我的朋友应该也知道9月20号，超级甘油呢在上海正式亮相。在期间呢，我和这双鞋的美女产品经理 Sylvia 深度的了解了一下这双超级甘油的设计理念和研发过程。那本期内容呢，我会围绕着3个大的问题来带大家一起更加详细的了解一下这双 Glycerin Max 超级甘油。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 DNA Tuned？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是怎么造出来的？那第三个问题，超级甘油能够给跑者带来什么样的跑动体验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众所周知，你我现在非常熟悉的 EVA 的中底就是布鲁克斯率先带到跑鞋市场的。那1977年在 Vintage 跑鞋上大放异彩，才开启了现代跑鞋的中底大战。那布鲁克斯现在最核心的中底科技呢，就是 DNA DNA Flash 来到了第2代，也是 V2， 它的特点就是回弹迅猛，极具韧弹，会配置在竞速跑鞋之上。那代表鞋款呢，就有 Hyperion Max 2、Hyperion Elite 4等等。那 DNA Loft V3 主打的是柔软绵密的缓震，会配置在缓震跑鞋之上。那代表鞋款呢，就有甘油21、Ghost 幽灵 Max 2等等跑鞋之上。那这个首次亮相并配置在最新的超级甘油上的 DNA Tune 又是什么类型的科技呢？那当然，它出现在了甘油系列，一定说明它是缓震的科技。那甘油系列又是布鲁克斯旗舰的缓震鞋款，那它的缓震级别是要略高于幽灵系列的，再加上后缀的 Max， 那超级甘油就是布鲁克斯缓震鞋中旗舰中的旗舰。那这个 DNA Tune 中底科技，以我的观察和测试，它是要超过或者说有别于目前普世价值对于缓震的认知。DNA Tune 的核心就是大小双重缓震分子的融合，把大小缓震分子通过结构计算注入氮气，并无缝的融合到一起。注意，它并不是拼接和组装，中间呢也没有任何的胶水的存在，它是真正的融合。这种融合方式又是市场上第一次出现。Sylvia 也一直在强调DNA Tune 就是在研发新一代的 DNA Loft 和 DNA Flash 的过程之中DNA 科技的再次进化。它代表着布鲁克斯对未来缓震鞋款的探索实践和发展方向。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可以让跑者一直不停地跑下去。那这个 DNA Tune 的诞生确实也不容易首先，它体现了布鲁克斯的脑洞，也就是他们的想法。在他们研发新一代的 DNA Loft 和 DNA Flash 过程之中，发现泡棉分子的大小对于泡棉性能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之后的2年中呢，他们测试了20到30种不同的这种大小分子，包括从结构到比例的组合形式。过程中还发现了大小分子朝向和排列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泡棉的物理和生物力学的反馈。所以经过了漫长的研发之后，今年9月才正式推出了现在的这款旗舰缓震科技 DNA Tune。我给你们看一下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一块呢，就是超级甘油的中底泡棉可以看到泡棉核心的这种大面积的黄色的部分呢，就是小分子泡棉部分。当然，随着配色的不同呢，里边的泡棉颜色呢也会有变化。那你只要记住，内核有颜色的就是小分子泡棉，那外层包裹的半透明部分呢就是大分子泡棉。大小2种分子的缓震能力都很强，但呢它们有各自的分工。小分子会更加的活跃，通俗一点说就是具有韧度。那大分子部分呢，单纯的就是柔软还是柔软。而且大分子部分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只是小分子的一个外壳，其实它是配合小分子部分呢有这种结构性的设计，可以通过结构关系，也就是内外泡棉的比例来去调整整个中底的灵活性，从而改变跑步体验。那当然，跑步体验这部分呢，我会放到跑动部分再详细展开聊一下这个中底的制作就制作这个中底其实还挺复杂的，完全不亚于现在这些竞速碳板的三明治结构。我听 Sylvia 说呢，它呢是要经过多个步骤的操作，而且是有双子胚工艺的环节，并不像以往的缓震中底一块基料放进高压釜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中底的制作难度有3，第一点就是双子胚的融合过程。
第二个就是良品率的保证，第三个就是多步骤所产生的时间和人工的成本。当然，以上的这些难度并不是我们这些跑者所要去考虑的啊，这是布鲁克斯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跑者更加关注的搭载了全新科技 DNA Twin 的超级甘油跑动起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先说咱们最关心的 DNA Twin 中底，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数据啊，中底厚度，前掌 39.25 毫米，后跟 45.25 毫米，这应该是我目前穿过的最厚的中底了。那跑起来的感觉呢？超级甘油的缓震性能让我极为的震撼。超厚的 DNA Twin 双重分子泡棉可以完全把落地的冲击化解，而且以我130斤的体重，根本踩不到它的极限，可以说离它的缓震极限还很远很远。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呢，它的缓震极限呢，即使支持200斤体重的朋友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可以保证它舒适且安全的轻松慢跑。但这只是我的经验判断，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招募一名人高马大的朋友来帮我体验一下。你来告诉我，超级甘油到底能不能很好的支持你来跑步？我会在年底的大总结里呢来汇报你的测试结果。OK， 我们继续跑动部分啊。那它的缓震好，除了本身 DNA Twin 泡棉的素质，那上面我也提到了。中底内部的这个双重大小分子泡棉是有结构性的设计，内部的小分子泡棉并不是100%的按照外层的大分子泡棉造型的所去做填充的，而且它是有阶梯性的设计。那从前掌可以看到啊，更加韧弹活跃的小分子泡棉呢，直接通过橡胶触地，也就是说，我们前掌滚动发力时，是小分子材料更多的发挥作用。从中足一直到后跟，内部的小分子泡棉比例是递减的。也就是越到后跟的位置，缓震更好的大分子泡棉占的比例越多，体积更大，提供更极致的缓震。那进行到这里，如果按照正常的剧本走啊，中底这么厚，那缓震性能这么的突出，并且没有任何板材协作的中底，回弹和过渡这一块肯定是要拉胯的。但咱们拿到的并不是普通的剧本啊，超级甘油中底的回馈和过渡的水平肯定是在缓震跑鞋水准之上的，中底过渡的顺畅和工作的系统性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主要就是因为后跟落地后啊，大小分子更加均衡的协同吸收冲击，重心越往前，小分子的比例越大，也就是回馈和反应的速度越快，韧度和弹性越好。最后滚动到前掌，更多的由小分子做工，韧弹十足，再加上 Glide Roll Rocker 可以让整个中底的滚动效率再提升，尤其在6到8分配的慢跑时，完全让你感受不到这是一双前掌就有39毫米厚的缓震跑鞋。整个的过渡算不上轻盈，但足够的顺畅，而且很绵密，踩下去发泡的密度很均匀，而且没有材料拼接感，也没有停滞和发力转换不畅的感觉，居然还有不错的蹬地发力后的积极回馈，向前的趋势也很好，稳定性也不错，而且我发现内核小分子层的跑动体感的柔韧程度有80%的DNA Flash 的功力。那这双超级甘油呢，我最快测到了5分配，那再快我觉得意义并不大了。那在5分配的时候，它所有的表现都很好啊，缓震、回弹、过渡的顺畅等等。唯一的问题就是在5分配左右会有中底吃掉一点点下踏力的这种感觉了，但我觉得大部分的跑者呢，还是用它来做慢跑，所以在5分之外的配速，包括日常走路，都会感到非常的舒适，并且伴有很高的保护性的这种体验。那这个中底呢，我觉得介绍就差不多了。总结里呢，我会再说它的适配人群。我们现在往上看，来到鞋面，鞋面是非常的柔软啊，一体式3重提花工程网眼面料，内层非常的细腻啊，我试过光脚穿完全没有问题。鞋舌的泡棉很厚，用料很足，对脚背呢很友好。鞋楦采用是这种直筒楦啊，内侧呢没有做过多的内收设计，那所以鞋身看上去呢有一点肥，但对于脚型的宽容度和日常加慢跑的舒适度来讲，体感很好。这就像你日常穿了件稍微宽松一点的衣服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鞋楦你穿上后就会非常的放松，所以这也是这个鞋舌做的很厚的一个原因啊，是要通过鞋舌的轻缓压迫来修正相对宽容的这种鞋仓啊。当然为了保证足够的锁定啊，足跟包括鞋领的泡棉用料填充和它位置的设计都很精准，
足以保证跑动时鞋和脚并不松散，一体性还是不错的。那这种一些透气性来说，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呢，我可以给到7.5到8分。那扣分的主要原因就是鞋面偏厚。那偏厚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应对马上就要到来的冬季和春季。那第二点就是完全舒适性的导向。那对于这种级别的跑鞋来说，这个决策我觉得是正确的。外底的前后橡胶看似相同，实则它是有不同的调教。前掌橡胶调教的更轻，可以应对湿滑路面的发力；后跟的高性能橡胶抓地则要更加的出色。但跑者更关注的还是耐磨性。那可以看到外底没有采用全橡胶，只在关键的耐磨位置呢有覆盖。那好消息就是，虽然覆盖面积并不大，但是橡胶的厚度非常的可观。那这是我60公里后鞋底的一个磨损状况，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防滑性能，基本城市道路它都没有问题。OK， 总结啊。这双超级甘油是布鲁克斯未来缓震跑鞋的发展方向和标杆，很快就会上市的甘油22、甘油 GTS 22都会搭载 DNA Twin 中底科技。DNA Twin 对于现在还处在单密度中底的缓震跑鞋来说，完全是高维的俯瞰状态。它真的解决了长久以来缓震跑鞋只缓震不回弹的尴尬。当然，这个回馈是在一定速度区间范围内的，但这也绝不影响这项技术对市场的震动。有了大小双重分子的加持，超级甘油可以说是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跑者，任何阶段、任何类型的跑者都可以把它带回鞋柜。比如你是在 PB 路上做放松慢跑的高阶跑者，又或者你就是纯休闲慢跑的入门跑者，只要你是 Daily Runner， 每周有超过4天的跑步，超级甘油肯定会很适合你。它的超级缓震是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跑者。当然有不少跑鞋呢也可以完成上面的任务，但有2种情况超级甘油完成起来呢效果会更好。第一，就是如果你是一名高阶跑者，在 PB 路上受伤了，在恢复期你要做恢复的慢跑。那第二就是初级的以减脂为目的的跑者，超级甘油的稳定、超级甘油的缓震可以帮你化解落地后的这种巨大的冲击，保证你健康且安全的继续在你的 PB 之路上，又或者可以让你更加顺利的进入到跑步宇宙。1590元呢是它的售价，是高了是低了由你来判断。超级甘油的性能在目前的缓震跑鞋中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必会入选我2024年大总结的缓震系的前3。会不会是头把交椅？年底呢我会再综合所有，再慎重决定。最后呢，我再分享一个关于超级甘油的品控上的信息点，就是超级甘油左右脚的重量差很小很小，小到让我吃惊。我手上有3双超级甘油，2双都是零误差，1双呢只有 2.5 克。而且我还收集了更多的信息，这并不是个例。虽然2只鞋的鞋重差小，并不能100%的反映出一双鞋子的性能，但它一定可以反映出这个品牌或者说这家工厂对于造鞋的纯熟度和对品质把控的能力。我想这就是百年鞋企对于鞋子的一种态度。好了，那这期的 Max Report 超级甘油大报告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